侯军，跟老爸说说，你跟11到底发展到哪一步了？啊？哎呀，您还问？本来挺好的，被您来回这么一搅和呀，现在反倒成了这个清白的熟人关系。什么叫被我搅和呀？是你自己不着调。哎呀，我是不着调，但是我以前有车有房，我吃喝不愁啊。现在背着这么一个濒临破产的公司，啊，还有这么一个病殃殃的老爸，人家够呛愿意跟我呀。你看你这臭小子说的话，我呀，开始是不太看好你跟11，但今天醒过来看见11站在你边上，我这心里啊，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踏实。冥冥中啊，你要是能跟11走到一起，我不知道能有多开心，啊！当时你们俩再生个孩子，我退下来，天天抱我的孙子，你说呢？侯爵，侯爵，睡得还真快。听说刚刚吵过一节，是啊，也许老天爷留我条老命，是想让我赎罪吧。真没想到，永远正确的你，竟然会说出赎罪2个字。我是该有此报，我活该。在你心中，我根本就是个路人甲，你根本就不在乎我。好的，我觉得我不值。我觉得我不值得你留恋。唉，我病倒的消息应该在圈内传得很快，10几个小时过去了，一个慰问电话、短信、微信都没接到。我已经被这个世界忘记了，抛弃了，你最后也忘了我。我如果真的忘了你，我还会跟你联系吗？你知道我在哪里吗？我就在你的楼下，我不敢上去，也不知道哪扇窗户是你的。谢谢你来看我。
我现在终于知道照顾一个人的神圣感和使命感，当然很辛苦。终于能体会到你在我身边的感受了。这没有体会，就没有一声谢谢。大恩不言谢。护士小姐，有个叫侯志荣的是住在哪个病房？就在510。哦，510，好，谢谢啊。来，给我。你在外边等我。睡着。这孙子还真挺能装的。哎呦我天！你诈尸啊你！我天，这！哎，你是真病假病啊？啊？我看你躺这躺得挺舒服的，要不然你上哪试试啊？咱俩花花。你咒我啊，门儿都没有。不过你还真说着了，我还真是一宿没睡好。都不用说，我就知道你没睡好。是吗？本事挺大。那当然，我就是你肚子里的蛔虫。追吧你！哎呀，你猜猜，为什么没睡好啊？为什么没睡好？我想先听你说说什么事儿啊？我告诉你啊，家里的事。家里的事儿？不会吧？好吧，你想想啊，什么事儿啊？某些人呢，因为某些事儿得罪了他最好的朋友，结果呢，这酒喝着也没劲儿，也没人跟他聊天儿，是，他又拉不下这张老脸，向他最好这个朋友去道这个歉，所以他心里也难受，正愁没招呢。这不，突然来一机会，我掐指一算呢，这个人呢，不是今天来，明天也总会到。那个人说的是不是就是你啊？啊，盛爷，你别乐，小人之心。哎，得，这看你咳嗽的，啊，你是重病人，今天我来是看看你，不跟你较劲啊，好吧，一切随你，成不？随我，我要你随我，我要你让着我，不需要。哎，志荣啊，咱话也得说回来，我对我们家闺女啊，确实是你。他们小辈儿啊，有些事儿，我们家闺女做的也确实不太对。我呢，也做了一些让你不太高兴的事。算你还有点自知之明。哎，这说到孩子，你倒是真养了一个好儿子。那当然，把儿子过去给我，行不行？这主意倒是不错。
猜你是不是昨晚上一宿没睡着觉？今天早上起来就开始做白日梦了。你想的倒挺美的啊！你有一女儿，我再把我那么优秀的儿子过继给你啊，你儿女双全，那我怎么办？那我孤老终身的。我觉得像你这种没心没肺的人，你应该把你女儿过继给我，让你孤老终身，让你反悔，让你忏悔。哎呀，不过像你这么个冷血动物，你什么也留不下人，不信你试试。嘿，少爷，你这人到底是来看我的，还是来气我的？我没病都能被你气出病来。得了，不受欢迎了是不是？那我走人。站好喽。立正。向我鞠个躬，道个歉，这事儿就算是了了。鞠躬可以，给您默哀。嘿，我行了，哎呀，行了。1个3，快上！啥呀？你出啥呗7，嘿，1个2，2摇1啊，再1个2，啥？2怎么说？对呀，说。你好，麻烦问一下，这里有一个叫胡志荣的病人吗？有的。麻烦帮我把这个给他。他就在那边，我叫他过来拿。不用，那个麻烦您帮我给他呗。这什么东西？你自己家里熬的粥。那我该怎么说？你就说是丫头，你就说是老头熬的粥就好了。谢谢。1对圈，一对王，王炸！侯总，老头给你送粥来了。老头？哪个老头？就是那个老头啊，哪个老头？就是那个老头。好，去。哪个老头？什么什么老头？你管谁呢？是我一朋友行不行？哎，那谁，帮我盛碗粥。好嘞。谢谢啊。出完了？完了，你们说了。哪来这么个老头？来，过来，贴上。我自己贴。洗白，周姐。好了，快点。给，趁热喝。好。真香这粥。粥特别好喝，谢谢丫头。老头儿，好喝就多喝2碗。嘿，你干嘛呀？不是哪个谁家老头？急死我了！你管呢？你爸有隐私好不好？来，坐上，打牌。这孩子这是怎么回事？这老头还调皮丫头。
妈在后边。好，我去放行李去。行，哎呦，侯总啊，你终于出来了，真是太好了。来把鞋换了。你先歇着，我给你拿。多脏啊！没事，你快歇着，来，赶紧歇着，慢点啊。哎呦，张姐啊，哎，我住院这段时间啊，要不是天天喝到你给我煲那个汤啊，我的身体真是恢复不了这么快。哎呦，让您受累了。哎呀，累什么累呀？不累。你说我这一个人天天在家，我还闲得无聊呢，真是。谢谢。你歇着啊，我去给你做饭去。好。侯爵，哎，你过来。这幅画不是你3岁的时候你妈妈抱着你找人画的那幅吗？啊？这画怎么会在你这儿啊？一直在我这儿。啊，哎，您刚出院，快坐着，别站着。刚出院，好好休息。您呀，在这儿再快活个5分钟啊！5分钟之后，您就正式被我接管了。什么意思啊？5分钟以后我就能有人身自由了？也不能这么说啊！你看看这个，精心给你准备的，量身定制。康复疗程：6点准时起床，花园散步45分钟；7点准时早饭，12点准时午饭，下午1点准时午睡，下午3点花园散步1个小时，晚上6点准时晚饭，晚上7点慢走30分钟，晚上9点半准时上床休息。怎么样？你这哪是康复计划？你这完全是监狱犯人的那个作息时间呢。这比监狱的舒服多了。我没看出来。我跟你说呀，你还让不让你老爸有点人身自由啊？哎，我跟你说，你就是报复。我跟你讲，你现在啊，好好恢复身体，等身体恢复好了，爱干嘛干嘛，我一点都不管。你要硬说是报复的话，我给你加2条。得了，你忙去。张姐，饭好了没？来凉拌豆皮儿。好嘞，菜齐了。怎么了爸？有心事啊？张姐，今天怎么一桌菜全是素啊？我是个病人，我现在是叫大病初愈。我刚回来，怎么着也得等我身体补好了以后才开始他那个所谓的什么健康套餐计划吧？这些都是给你调理身体的。调养身体，这个还没医院吃的好呢。医院还有肉，偶尔还吃鱼。我这都是精心准备的爸，别不领情。你看看这，绿色的、黄色的啊，有机的。粗粮，这是维生素、动物蛋白、植物蛋白，这是海带，什么都有，就是给你恢复身体的好时候。张姐，下顿饭必须得有鱼，没有鱼也得做个那红烧肉给我吃。红烧肉，您是别想了，您这个血脂啊高的跟什么似的，是吃不了红烧了。以后啊，就跟这些啊黄黄绿绿的菜过吧。儿子，我给你商量个事儿，这鱼可以吃。鱼对身体没有影响啊，偶尔吃一顿没有关系的，好不好？这个鱼是发物，您现在尤其不能吃，而且吧，多少这个成功的人啊，就因为这么一点点小瑕疵，小小的放纵，哇！我不能让您放纵啊！你当我是病人吗？行，好，你们都听见了啊，这话他说的啊，行，从今天开始。我吃，你也得跟着我吃。我早就准备好了，在您这个身体恢复好之前，您吃什么，我吃什么，陪着您。我吃玉米。
行，我们都跟着你吃红薯。行，我也调理调理身体。对，我们都吃素。我还不如回医院呢。啊，对了，我回来住，周全住哪儿啊？睡客厅啊？周全吃完饭就回公司了。啊，对，他吃完饭就走了。回公司了？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呀？马勇也被抓了。刘继浩指不定跑哪躲起来了，警察盯着他呢，他也不敢出来。我就没什么事要保护的了。一会儿我跟周全回公司，把他那个解约合同一签，完事儿。是叔叔，我这边呢也挺好的，公司那边也很多事可以做，放心。我放心不放心有什么用啊？你现在看不出来吗？我在家里就是个废人，这章没在我的手里，章在别人的手里，他说什么我都得听着。你们吃吧。怎么了？什么儿子，还亲儿子？爸，哎，补品拿着。不吃怎么行呢？生气了。我现在体会到了我小时候我爸的感觉。是。小欧总，进国幕。好。周全其实特别棒啊，我们相处的也不错。我这次是因为有一些个人原因。没问题，我们尊重客户的决定。哎，那个11现在怎么样？接起单子了吗？是啊，马上就要有一个大单砸到他身上了。哦。哎，这样吧，要不我叫他过来给你打个招呼。不用，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那好，小欧总，你多保重。谢谢，再见啊。喂，郑总。好，我马上到。报告。啊，11啊，进来。有一个重要的客户点名要你接单。啊，合同在桌上，你自己看吧。哎，是陪一个化妆品公司的女总裁去欧洲考察。顶级的工作条件和薪水标准，祝贺你啊！赵总，我最近有点累了，想申请几天假期，这个单我暂时不接了。啊？这么重要一个订单，怎么不接了？你不是一直喊着……对不起，赵总，我有些私事需要处理。好，我尊重你的意见。哦，对了，我给你开一个派车单，你去找车队老刘。这次休假，你应该需要一台车。谢谢赵总。有什么需要，我们一直都在。注意安全。是。去吧。要散步必须得来海边，空气好。市区里头全是车，全是废气。这人体啊，就是不能吸入太多的废气，吸入废气。没事就多溜达溜达啊，多出来撞人家呆子。哎，小伙子回来，不好意思赶时间啊。你看现在这些人多没有社会公德心。对呀，我跟你说，你今后可不能学别人废死了。
我这儿老有。好了，大功告成了。咱们回家吧。好吧。走吧，我的宝贝儿子。模范青年。吴小姐，您请。这就是您要租的房子，您看着还满意吗？挺好的。这是2把钥匙，1把给您，然后1把我们物业保管。如果您有需要的话，我2把都可以给您。那都给我吧。好的。那您如果还有什么需要的话，请给我们物业打电话。好。好，那祝您入住愉快。谢谢啊。再见。我爱你都来啦！呀，别敲了，别敲了。来了还得想快点起，行了，别敲。赶紧去洗洗手、洗洗脸，准备吃饭了啊！我去洗个澡。洗什么澡？那马上吃饭了，洗澡，这孩子。来，歇会儿啊。浇花呢，张姐？哎，晚上就吃这个啊？不止这个呀，还有豆腐。豆腐，还不如吃这个。喂，哎呦，最近怎么样？挺好的。你呢？我也挺好。哎，我跟那个周贤解约了。哦，是吗？那你自己要小心点啊。对呀，那现在我也不是你的客户了，你也不是我的保镖了，我们俩是不是可以多见面了？不巧啊，我刚签了新工作。啊？谁呀？男的女的？男的，一个比较年轻的老板。你们公司那么多人，干嘛非要派你去啊？方便吧？我看起来可能更像秘书啊、助理什么的，比较低调。哦。哦，对了，这2天我要陪他出国去开会。啊？
开会？不行。为什么不行？你说你们孤男寡女的一起出国多危险，没有人保护你的安全呀，不放心。这是我的工作。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句话，你的工作，你的工作，你工作起来那么有魅力，说他喜欢上你怎么办？那我多担心呢。哎，不能说你不同意我就不去工作了呀。那好吧，那你工作吧啊，加油工作，好好赚钱，再见，拜拜。对。哎，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把我那2套别墅卖了吧。卖出来的钱把银行的借款还掉，剩下的钱再把侯爵那套公寓的抵押给解除了，好吧？好，拜托了。侯总，你怎么那别墅说卖就卖了？卖就卖了。哟，多好的房子，你卖了多可惜呀！不可惜，都是身外之物。张姐，您知道我一个人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时候，你知道人快要感觉自己快要死掉的时候，你会觉得什么东西那一瞬间来说对你都不重要，什么车呀、房啊，有什么用啊？它帮不了我。相反，倒是我一睁眼看见侯爵看着我的时候，这心里啊踏实。对，没错，你呀，这回也算是在鬼门关走过一遭了，是吧？是啊，你说我一个人住在那么大的一个房子里，冷冷清清的，一个人起床，一个人吃饭，到了晚上忙了一天工作，回到房间一个人睡觉，哪有家的感觉？是啊，我呀，我还有个想法儿，我把这2套别墅卖掉以后吧，我现在住过来，对吧？等哪天侯爵嫌我烦了，说爸，你别老在我这儿待着了，你回你自个儿家住去吧。我说我房子都卖了，你让我去哪儿住啊？我就住这儿，你还能赶我走啊？我是你爸。好主意。行，我去叫侯爵吃饭啊。好嘞。侯爵，吃饭啦。侯爵，哎，侯爵，侯爵，在里面吗？上哪儿去了？哎，这侯爵这孩子，这不刚回来吗？这房间里又没人了。这孩子干什么事都是急火火的。是。哎，张姐，侯爵现在不是不在家吗？给我做份红烧肉。那可不行，偶尔吃一顿不行，不能跟你吃肉，严格的管理你。这叫什么呀？这叫虎落平阳。这小兔崽子，我在自个儿家现在一点地位都没有。哎，你可不能这么说他啊！我跟你说，人家儿子是为你好，你不知道吧？这孩子真的特别重感情。哎，上次闹独立的时候啊，人家什么都没带走，就把这幅画给带走了。玉洁当初一直抱怨我工作忙，不陪她。我现在倒是不忙，
他走得太早了，我经历的所有的起起落落，他都没有看到。他要是现在能一直陪我走到现在，他也能看见公司在我的手里曾经有多么的辉煌。你呀，满脑子都是你的辉煌。你有没有想过，他那几年都是怎么过来的？哎，怎么过来的？张姐呀，你不是不知道，那会儿我特别忙，公司事儿多，我在公司挣的每一分钱全都交给他了，他要什么有什么。我回到家他还跟我吵架，我都不知道我要怎么做才能够让他满意。侯志荣，我来你们家可快30年了，我一直都叫你侯总，今天我就叫你一声志荣，让我把这些年一直想跟你说的话，说给你听一听，行吗？行，您说吧。是，这些年你一个大男人，整天在外面忙事业，你累你辛苦，这我都能理解。可是你知不知道，一个女人，她自己一个人要撑起一个家，她多累多辛苦嘛？啊，那侯姐小时候体弱多病，几乎是每个月都得发烧，都得住院呢。可是玉洁为了不打扰你工作，她从来都不跟你说这些事儿，她呀，整天就盼着你回来，好好的陪陪她，跟她说说话，关心关心她。可是你每次回来，你好好陪过她吗？啊？你说你这叫什么？你这呀，就叫冷暴力。她那会儿挂在嘴里，最多的话就是“我呀，有老公等于没老公”。她在我跟前儿哭过好几次，一直跟我说，她怀疑你外边有女人，从来不把她当回事儿，也不把这个家当回事儿。我当时确实公司的事儿太多了，我回到家就想睡觉，可能也没跟他说话。第二天一大早就走了。我哪有什么女人，我哪有时间呢？我从来没做过对不起她的事情。是，我知道，我也这么跟他说。可是你的所作所为，你不能让人不产生怀疑呀。
我一时误会我罢了。为什么这么说？他其实很爱我妈。他也很爱你。侯总，吃饭啦！哎，来了。没叫侯爵。来，甭快，你坐下就知道了。快来，来坐下。他怎么在厨房啊？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慢点吧。猜猜这是什么？你们这是唱的哪一出啊？快打开看看，这可是你儿子亲手给你做的啊！行了，来，我来。来，好了，来，我来。看下面红烧肉。我儿子知道这红烧肉是我的最爱。来，吃饭。这肉我得省着点吃。儿子啊，只是在你很小的时候，爸爸喂过你，今天爸爸再喂你一口。可就这几块，吃完就没了。1个礼拜就这一回。肥的留给我吃，你吃瘦的。不心疼啊？不行。那我就……哎呦，这次做的一般，手艺没花费好。不错，挺好的。来吃饭。好吃吧？我们这儿呢，一般都是小班授课，为了保证学习质量，每班最多就6个人。哎，教练都是杠杠，都是专业队退役的。比方说，那水平啊，绝对没问题啊。我们也可以1对1授课，按小时收费，就是有点贵。你是完全不会游泳？小时候会，8岁以前会游。啊，没事没事，试一下，别怕，有啥好怕的呀？别跟小孩儿一样。不是哥，你玩水呢？啊，看来你是真怕水。来来来来来来来，哎，你呀就别折腾你自己了呗。不行，我就喜欢折腾我自己。哎，这话我喜欢。哎，其实这水啊并不可怕，我们唯一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来，站着它，来试试。可以。不是这又怎么了呀？这恐惧本身太恐惧了。算了算了，下回吧。
下次再见。慢走啊。喂，今天过得怎么样啊？还行吧。想去学游泳，但是还是不敢。怎么突然想起要学游泳了？这不是也没有什么误会了吗？然后一直不会游泳多尴尬呀！我怕以后这个游水里的救援耽误。你也别急，慢慢来嘛。这种影响不可能1天2天就解除了。是啊，这不在慢慢消除吗？这样吧，你拜我为师，我教你啊。你教我？嗯。你早说呀！那你明天开始教我吧，啊？然后你去准备一套漂亮的泳衣。谁说我教你学游泳，我一定要穿泳衣了？啊？那你穿什么教？那就再说了。喂。哎，你听得见吗？喂。什么电话呀？神神秘秘搞什么呢？我想跟你说说话，心里难受。喂，怎么了？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你说有一个人，他伤害了你，可你还喜欢他，怎么办？不会吧，你都爱这么深了？可是他不想跟你结婚呐。不过呢，好多事儿可能都在变。比如说侯爵，他跟他爸现在都已经和平共处了，所以都不一定嘛。就因为他爸大病了一场，可能吧。大病一场以后，好像2个人都变了。现在他们不得不并肩作战，不然公司可能会破产了。破产？十一啊，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这还有点事儿，挂了。啊，我什么奇奇怪怪的？这么着急找我过来，什么事儿啊？啊？你的事情我都听说了，
你怎么没告诉我呀？哦，你是说我住院的事儿吧？我现在不是出院了吗？你看我身体多好啊！我说的是公司的事儿。哦，公司的事儿也都过了。原来吧，每天睁眼闭眼满脑子全是工作的事儿，现在不是挺好的吗？每天3个饱1个倒，到了晚上还一个热水澡，挺好。我不想从别人的嘴里听到你的消息。我想跟你回到以前的日子。芊芊，以前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再也回不到以前了。老头，芊芊，你不要再叫我老头了，好吗？不要再叫了。我现在都稍微平复了一点，我不想再想到过去的事情。海星不是挺好的吗？人又年轻，对你掏心掏肺的，你应该珍惜呀。我已经明确的回绝他了，我们2个不可能。我们俩也是。如果没别的事儿，先回去了。别走，芊芊，你未来的日子还很长，你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没有你，我的生活不会更好。芊芊，我都一大把年纪了，我现在要什么没什么，要钱也没有钱了。你跟我在一起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咱们俩继续走下去的，我只会拖累你，只会成为你的累赘，而且我自己绝对不允许我自己这么做的。你不是我的累赘，我什么都会，我可以照顾你啊。比起以前的侯总，我更爱现在的你。你什么都会做，你现在是生活在一种理想化的状态，我生活在现实当中，我知道现实有多残酷。你要继续跟我走下去，你面对的压力有多大？原来我有钱的时候我有自信，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你这个老头没有自信了，而且我在问你，你今后怎么跟你父母交代？你父母现在不知道我的状况，你怎么跟你身边的朋友交代？你告诉我你怎么交代？我不在乎别人怎么想。我在乎，我折腾不动了，我现在只想消消停停的过我剩下的日子。我跟老天爷说过，我说下辈子一定要再让我遇到这个女孩，一定要早20年遇到她。
答应我，别离开我，好吗？我一想到你到时候万一出什么问题，有个三长两短，你让我到底怎么办？我一个人，我有心脏病，我会受不了的。才不上你的当！为什么不接电话？在工作不方便接。喂，赵总啊。哎，侯先生，你好啊！我是想跟您打听一下。哎，说。那个11最近干嘛呢？他应该在休假。不过我觉得，他其实是在你身边，暗中保护你。啊？什么？我身边？你什么意思啊11担心刘铁浩不会消停，重拳又被退回来了。你说什么意思啊？侯先生，好了，就当我什么都没说，我挂了啊。这话说一半儿。他其实是在你身边，暗中保护你。身边。哎呦，干什么呢？着急忙慌的。
哎，你干嘛偷窥我呀？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我有线人呗。你给了赵总多少好处啊？我给赵总买了一座岛。切，少来吧你！你等着我过来找你啊！哎，你别过来，你过来就失去了我这么做的意义了。刘铁浩这个人，我觉得不会轻易放过你。你根本不知道一个赌徒穷途末路以后会有多疯狂啊！你怕什么？报警就好了吗？目前报案还没证据，如果他知道你身边有我保护你，他就更不会露头了。我可不想让这个坏蛋逍遥法外，所以喽。哎，我想过来找你，你怎么那么操心呢？解决完这个事儿，我就不操心了。那我可不能轻易让你解决。侯爵啊，你这套健康营养套餐还真是有点管用。是，这几天吃下来，我血脂还真没上去。对呀，多好吃素。但我觉得呢，偶尔还是可以吃点肉，行，是吧？好了，我就给你做啊。哎，你吃饭呀，侯爵，别玩手机了。对呀，来，赶紧吃。我吃完了，不吃了。不吃了？你什么叫吃完了？你还没吃呢。对呀，侯爵，还这孩子，你看你孩子真是。谁呀？你好，你的外卖？我没点外卖啊。请问你是武小姐吗？我是。那就对了，这是你的。谢谢啊。祝你用餐愉快。重辣、少盐、准时，收货人脾气暴躁，武艺高强，请外卖小哥保重，他的能量超乎你的想象。喂，饭菜好吃吗？你的艳舞跳得太好了，我都忘了吃了。我决定以后没有艳舞看呢，我就绝食。想的挺美的啊！我还有一个特别节目啊？干嘛呀？你转过去，闭上眼睛，我不叫你千万不要回头。好，我转过去。你在贴纸呢？挺像新的，就是这个心好像胖了点。
好了没有啊？好了，站过来吧。102吗？啊，201。不是128。哎呀，反了！你等会儿啊，你再等我一会儿，重贴啊，我贴过来。你要不直接告诉我你想贴成什么吧？侯爵，干嘛呢？啊，那个，这图呢？做图？哦，我明白。哎，做得好，做得好，加油！饭还没吃完呢啊，做完了赶紧来吃饭。哎，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哎，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来，哎，姑娘，欢迎光临！啊，不用了，不用了。走。哎，闺女。你妈最喜欢的那个情歌王子李想，要办歌迷会啦！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你妈要是不去，得后悔一辈子。中年大妈一个人去看情歌王子，让人笑话，感情饥渴。我跟她去做个伴儿。我买票请她去。他还有理由拒绝吗？但是我没钱，500，够了。哎，不容易啊。1个礼拜以前，有位先生找到我，他告诉我说，有一位美丽的女士，在我们出道到现在以来，一直都是我们的铁杆粉丝，20多年从未改变。那么，他也一直深爱着这位女士，受这位先生所托。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演唱一首。他为这位他的心上人所创作的一首歌曲，叫做《无心的错》。同时，也用这首歌向所有支持我们的歌迷说一声：三生有幸遇上你们，是我们最美的运气。谢谢。一个人的夜，好寂寞，独自坐在靠窗的那个角落，茫然看着窗外的灯火，无知无助的时光都留在安坐的街一刻。我会好好地来过。
错的话，你旁边这位美丽的女士就是你的心上人吧？我想现在邀请你，在我们所有现场朋友的见证下，把这束花献给你的心上人，好吗？谢谢，谢谢李想。爸，起来了，弄什么呢？快过来吃早餐吧。豪爵，来，这是你的粥。怎么感觉你无精打采的呀？是不是昨天晚上又熬夜了？啊？又熬夜，这睡得不太好。什么叫睡得不太好啊？我跟你说，年轻人少熬夜。你爸年轻的时候为了工作就熬夜太多，你看我现在落下一身的毛病，得不偿失啊。放心吧，我的身体好着呢。侯姐，你看看，你老爸买的胶片机2手的，1000多块钱。这要搞收藏啊？哎呀，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摄影，那会儿你刚生下来，我就说我每天得抱着你拍张照片。结果呀，现在是抱不动你了，照片呢一张没拍成。是时候该把爱好捡起来了。对了，爸，我跟你简单说一些公司现在的情况啊。哎呀，公司现在的情况不要跟我说了，公司都交给你打理了。好，哎，你是不是要跟我说公司善后的事儿？哎，这事儿跟我有关，你说说。公司的这个遣散费我都发过了。按合同上说呢，是每个员工要发3个月的工资啊，我又多发了1个月。然后公司现在整体装修，我把除了设计部这一块地方，剩下地方都招租了，要他们打算没有。然后呢，我最近找了几个小的工程在招标，我在做方案呢。你小子还真够大方的，还多发1个月工资。哎呦，你吃饭的时候别说工作，好了，影响消化呢。不说了，不说了。我跟你说，这公司交给你打理了，今后任何事儿我都不管了啊。不是不说工作了吗？不说了，张姐，我再说最后一句啊。你说，有套别墅已经卖了，啊，当拿到钱以后呢，你把钱拿到公司去做备用金，好不好？好好干，儿子。好。谁呀？来啦！开门看看。谁呀？来啦！哟，张律师，来，快请进。吃饭了吗？吃了。来，我在车上吃的。先换上鞋。哎，好啊，谢谢啊。我找侯总。你找我啊？不，我找小侯总。你，今后你叫他侯总，叫我侯叔，这2个人就能区分开。叫侯哥。这孩子没大没小。什么？爸，您先吃，我就跟他聊一聊。去吧，咱俩去书房走。好。来，这屋。武天翼的几个债权人我都找到了。他们同意将债务转到你的名下。你只需要找到几个债务人，给他们签一下第3方协议，然后再到公证处公证一下就可以了。好，这就太好了。我就怕他们不答应，他们只要同意了就好办了。这是我起草的债权转让协议，你先看一下。好，我签字就好了，是吧？对。来，侯总，喝点水。哎，你看，
其实啊，你别看侯爵他平时啊爱搞怪，关键的时候啊可会用心呐。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啊。是啊，所以啊，平时你也别太着急。哎，是啊，孩子大了，我是真的该放手了。对，该放的时候就放吧。你别喝了，你这几天一天到晚都在喝酒，干嘛呢？喝得醉醺醺的，还给人家客人免单，全场免单。我们今天所有人的活都白干了。哎，白的不行，不能喝白的了，不喝白的，白的也行。你把酒藏哪儿了？不可能让你再喝了。哎呦，你给我坐下。哎呦，你好好坐下。哎，不是这个，这不是。哎呦天哪，你好好的，你好好的坐。这是醋啊！天哪，别闹了，坐下。我就不信我治不了你。哎呦天，你今天啊，你千万别再跟我闹了啊！听见没？哎呦天哪，谁来帮帮我呀？喂。喂。喂。侯爵哥，快来救命吧！啊！哎呀，海星又喝醉了，念念叨叨的都是你。怎么又喝多了？他最近怎么了？这是？我是拿他没辙了，你快来星巴克吧。行，你等着吧。这怎么爱上喝酒了？这兄弟。哎呀，天天喝醉，天天。别闹了啊！喂。哎，哥，你总算来了！我的天哪，他喝了好多酒，我拦都拦不住。骗我！这是什么节目啊？这是？他这几天啊一直喝酒，今天更夸张，喝了好多，然后就闹着说是要上吊，要跳河，还要自杀。你说怎么办呀？你劝劝他呀！你看给你能耐的，你看看你这出息。啊，猴子，你来了。你起来。猴子，丢不丢人呢你？来了。啊？丢人啊！太丢人了！我发现我与生俱来的丢人，怪不得我爸妈把我扔了不要我，怕我丢人啊！这表演什么呢？这是你这。他这几天老这样，你说怎么办呀？太复杂了。赶紧把衣服穿上吧。没你这兄弟我难受。赶紧衣服穿上快。我好多话我没法说。走了，先走了。1、2、3。你在这干嘛呢？哦，哥，我在旁边照看照看他，我怕他要是出什么事儿怎么办呀？你照顾什么？他都喝成这样了，你揍他都醒不过来。你看看，哎呀，不是，有反应吗？哥，这电视啊、报纸上说了，一个人要是喝醉了酒，他没人照看是很危险的事儿。这要是出了问题，谁负责呀？是不是？你就放心吧，这么晚了，你就赶紧回去吧啊。
我不放心。怎么了？你这小女孩年纪轻轻的，还是喝成这个样，我得对你们负责呀。为什么？我自己能对自己负责的呀。哎呀，哥，我知道你其实呢，一直都是想撺掇我们俩在一起，但是你又怕我这个当妹妹的吃亏嘛。不过没关系，哥，没事儿。不是你说什么玩意儿？啊，我说哥，你想多了，我没那个意思，你早点回去吧。娃娃，你可能不能再喝了。我没喝酒啊，今天。喝了都不敢像你这么聊。我走了，那小刘给我打电话。好嘞，哥，那你慢点啊。喂，有辆摩托车很可疑，我在这观察一会儿，一会儿你出来开车，直接去公司地库。这个时间，外来车辆不能进去，比较安全。你现在已经到公司了吗？我马上过来找你。你在哪儿？我在哪儿？
驾！驾！哟，下雨了。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怎么？孤独症犯了？你有带药吗？没有。我也病了，病得很严重。我以前一直以为我工作忙忙碌碌的，有家人，有朋友，一切都很正常。可是我没有想到，他们都不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有些事情还是没人知道的好。我没有什么是怕人知道的。你听过一首歌，叫《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吗？歌词写的挺好的。要是让我写，我就会改成“赢了你，输了世界也愿意”。没人值得你输掉世界，我更不值得。为什么来这儿啊？是不是放不下我们之间的感情？
我最后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请你诚实的回答我。你说。如果你今天放弃了我，将来你会后悔吗？我会后悔，我会特别特别难受。这个都是我们用餐的地方，这都你都随便用。我们这条店啊，是这条街风水最好的，从开就没赔过。我觉得还行，这个院子是很不错的，挺宽敞，还是啊。灯光还不错。哎，这个吧台的设计啊，也是挺现代化的。哎，老板，老板啊，带我们去后厨看看吧。好嘞，好，走。这后厨可不算大地方倒不大，但是使用效率还挺高的，传菜啊、做菜什么的绝对不会乱。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消防卫生特别好，每次检查都没问题，这您放心。看样子老板你对这个店还是下了不少功夫啊。这布局还算是合理。对，反正用着挺方便的。是不错。这个小妹妹啊，那个没事，这是我们这员工，时间长了吧，对这都有感情了。一听要卖店了，有点难受。员工对店这么有感情，说明你是个好老板了。行，那咱上2楼看看。你们店里员工不错，好。这2楼是民宿，一共是4间房，您看看，差不多能住8个人。挺不错。能住8个人，所以叫星巴克。对。这么好的房子，怎么就想转呢？对呀。这会儿也挺多年了，这地儿待久了，挺没劲的，想换个地儿待。你们年轻人的想法啊，搞不懂。就是。老板，
活放妖孽。以后星巴克就是你的家，以后星巴克就是你的战场。好的，老板。喂，侯爵哥，我们老板要把星巴克给卖了。啊？他最近犯什么毛病啊？他是不是惹什么事儿了？他也没什么事儿啊，前段时间他还开开心心的，后来就你们公司来了2个黑衣人来找他，哦，再后来有一个看起来特别有钱的老头也来找过他，我听他叫什么侯总。侯爵哥，该不会是你？不会是什么？哎，侯总。侯总，合同我都带来了，你看看，要是没什么问题啊，咱们今天就把合同签了。到时候我们也装修一下，我们可以把那个招牌换一下。没问题。然后那个我跟你说，这个床小，大床，我们换个大床啊。阳台呢，桌子、椅子全部换过，还行，有那么点品味。亮妹，对不起，这个店我不转让。哎，你这开玩笑是不是？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咱不是说好了的吗？你认真的吗？哎，对不起，我真的不转让了，真的不好意思。浪费我们时间呢吗？你这不是？那个，真的对不起，莫名其妙这是。改天我请你们2位吃饭啊！真的对不起，不好意思，对不起。老板，刚刚那2个客人怎么骂骂咧咧的就走了？这店是不是不卖了？啊，对，真的？对，都怪你，天天哭的，我都没心思跟人谈了。那个，天哥他们找到下家了吗？没有。我赶紧方法追回来。好嘞。哎。勾起右脚，右手从内侧抓住脚背，吸气，左手向上举，呼气，左手向前伸，右脚向后推高，控制在你能保持平衡的幅度，保持一个呼吸。哎呀，你吓我一跳，过来怎么不打声招呼啊？哎。怎么了？什么事儿啊？是海星干的吧？什么意思啊？竞标方案是海星投的，是马勇干的。马勇不可能自己去投，
而且监控上根本就没有马勇。儿子，马勇都被抓了，公司的竞标方案也输了，现在追究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啊？如果当时竞标方案没有丢，如果包小涵当时没有选择离开公司，那竞标就不会输啊。哪有那么多如果呀？一切看似偶然，其实冥冥中都有必然。我输得开心，你赢得光荣，这还不够吗？啊！我刚从位置上退下来，想过几天轻松的日子，我不想讨论这个问题了，啊！我搞不明白，海星为什么这么做？年轻人嘛，哪有不犯错误的？你不是也犯过错误吗？一时糊涂，钱迷心窍吧。你原谅他了是吧？儿子，人一辈子难得有几个真正的好朋友。我认为海星是你真正的朋友，得饶人处且饶人吧，好不好？啊，就以为海星是我真正的朋友，我把他当兄弟，所以我更不能原谅他这么做。你练吧，走了。侯爵，侯爵。侯杰哥来啦！哎，海星呢？哦，他在厨房呢，我替你叫他去。哎，什么是兄弟啊？背后插刀就算兄弟是吧？上去说吧。忙你呢。唉，早知道这事儿早晚得报，也挺好。你都不知道这段时间我是怎么过的。马勇找到你吧？是。前段时间呢，我喜欢上了钱钱。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嘛，但人家看不上我呀，对吧？有一个有钱的给他别墅、好车，啊，这你都知道啊。那我认啊，我没办法，自己憋屈呗。但后来这人好不容易把他哄到手了，不珍惜他，还把他抛弃了，那我能不管吗？我是不是得报复他？那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搞他，你搞我干什么？你什么？你有病吧？我就是有病，我疯了，我就要这钱，我得跟钱钱证明我能养活他，我就是冲这个钱，我就是神经病，我发疯了。你爽了吗？爽了。为了你这个事儿，造成多大损失，你知道吗？一个叫包小涵的优秀设计师，差点被你毁了前途。我爸竞标失败，现在心脏病发作，整个职工建设差点破产。对不起。对不起什么？
你再给我假正经什么？你拿钱的时候想什么了还行？你是我最信任的人啊！啊，我今天过来，我是想听到不是你干的。我特别接受不了是你，我特别接受不了是我的兄弟来害我。你良心哪儿去了？被狗吃了吧？我良心就是被狗吃了。你骂的太好了，我根本没求你原谅我，你打我一顿都行，咱俩估计也就一刀两断了，绝交都没关系。我就是故意的。你说什么？我说我原本就不配做你的兄弟。你在拽什么？现在？我就在这跟你拽呢，我也该拽一次了吧？我现在跟你说透了，你听清楚了，咱俩就不是一路人。我们这个层次的人，你永远无法理解。您含着金钥匙长大，我福利院长大。你天天跟我说你被你爸逼到死胡同里，我一直在死胡同里，我就没出来过。真把我当兄弟吗？不见得吧。我不就你一跟班吗？我不就是一配角吗？救援的时候你冲锋陷阵，我给你拉绳；赛车的时候你在那欢呼了，我后面给你鼓掌呢。你夸过我吗？都给我闭嘴！哪怕一次，就一次。凭什么？什么都听你的，什么都可着你来，侯爵、侯大公子。我告诉你自己，你都不知道，你高高在上，居高临下，跟我指手画脚那样子有多让人讨厌，讨厌透顶了。咱俩就不该认识。你给我闭嘴！就不该认识你，你离我远一点吧，你快滚！别打了，行吗？哎。还行，不要再打了，你们俩。爸爸，对不起啊。不要再打海星了，老板，老板，你没事吧，老板？你没事。头疼。哪疼？老板，这到最后背后捅刀的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真是不敢相信。他说原因了吗？说因为钱钱不是说跟一个老板谈恋爱吗？海星这心里不平衡，然后就干就没事。所以马勇利用他去偷文件。这也说不通啊！有什么说不通的？见利忘义了呗。可我觉得海星不像这样的人。你走投无路的时候，他还收留你，什么都不图，他干嘛要这么做啊？我也觉得他不像这样的人，但是他现在就这么做了，他已经做了，对不对？侯总知道这个事儿吗？知道，好像还去找过他。没有跟你说？怎么跟我说呀？我爸也跟我张不了嘴，肯定是怕他难过吧。我觉得钱钱喜欢的那个人，会不会是你爸呀？这样全都说通了。你别闹了，我跟你说正事呢。我没跟你开玩笑。钱钱之前跟我说过，他喜欢一个人比他大很多，还有个儿子，事业有成。其他的他就什么都不说了，这不像他，除非他根本不想让我知道那个人是谁。不是，那钱钱跟我爸，没什么不可能啊。那医院送粥的是钱钱，跟我爸像老头儿。可能就是他对你爸的一个称呼吧。不是他跟我爸
可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一切根本说不通。你好好想想。啊，他们早都知道，啊，合着就不告诉我？海清也不跟我说？海清是没法说，芊芊又不想说，你爸又不能说，那就只能这样了。有什么不能说的？现在这有什么不好说的？哎呀，这样我更难受。我爸，喂，爸，我跟海清在一起呢。啊，没事没事，我觉得有点误会吧。行了，你放心吧，啊，那个我晚上我出去玩了，不回去了。拜拜。太可怕了，跟我爸，这事要成了，我叫芊芊什么？哎，你叫我爸什么？芊芊叫我什么？你叫芊芊什么？你烦不烦？太诡异了。进来吧。你每天就在这儿看着我是吧？对啊。很多事情跟表面上看起来不太一样吧？也许这就是生活吧。每扇窗的背后，幸福都是一样的，悲伤各有不同。那你说，如果跟爱的人在一起，会不会连悲伤都是幸福的？不知道啊，这不在我的知识点里。我跟你说啊，人这一生中呢，大概会遇到2920多万人，所以两个人相遇的几率大概是0.00049%，特别渺茫。我今天遇到了你，我大概用了3生3世的运气，你得赔给我。怎么赔啊？陪着。什么陪着？你是陪着。这一瓶快50块钱，普通酱油能买10几瓶呢。哎呀，叔叔不是这样说的。你想嘛，一瓶酱油能吃3、4个月。然后你想啊，每天只用他妈几毛钱，你的生活质量就能提高了呀。小姑娘真会说话，我就掉进酱油缸里，生活水平也提高不到哪儿去。怎么会呢？哎，你找一瓶，这里最便宜的。哎呀，这个酱油都放在这儿了，要不您再看看吧。哎呀，小姐你没事吧？这是个孕妇。哎呀，真的不关我的事啊，我什么都没干。哎呀，救救我！我是人父亲。哎，救救我！我赶快叫我救护车来治。
帮帮我！这不大鹏的媳妇儿吗？是。小梅，先生，小梅，先生，你认识他呀？啊！哎呀，我过来的时候他就倒在这儿了，怪我肚子疼。有没有医生啊？快打120啊！喂，妈。十一，你怎么了？你在哪儿啊？没什么，你说。哎呦，你爸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把人家孕妇给撞了，现在在第3医院呢。我是担心家属到了医院会把你爸给揍了，你跟我去一趟吧，啊？行，我知道了，我马上过去啊，挂了。去哪儿啊？你干嘛去啊？我去趟第3医院，你哪儿也不许去，听见没有？啊？干嘛哪儿也不许去啊？我得回趟家换换衣服。回家可以。先观察一下，你是他家属吗？啊，不是。赶紧通知你家属来！你看你肚子都这么大了，需要人照顾。已经通知她丈夫了。我很严重吗，医生？啊，没有，先观察一阵，啊，就可以出院了，就可以走了啊。你说你怎么那么不让妈妈省心啊？好不容易才把你怀上，你说你要是出了点事儿，我怎么跟你爸交代啊？你先别说话了，小宝宝会听见的。你现在啊，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小宝宝的生命力是很强的，你要相信他。叔叔，谢谢你啊。那天，对不起啊。不说了，你们和十一的生活都翻篇了，就不提了啊，不提了。哎呦，你说你爸这戒了酒，消停没几天，这又出这么档子事儿，这简直是……你说他还有药可救吗？妈，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先别埋怨我爸爸。那也不能撞孕妇啊！你说，请问刘官是在哪儿？前面左拐。啊，谢谢你啊。谢谢。没事了。雪梅，雪梅，你没事吧？老公，你没事吧？没事吧？你怎么在这儿？不是我，你撞的？不，这啊，大鹏，你这是报复，你完全就是报复。老公，你不了解情况，她是个孕妇，你有什么意见冲我来啊？不是叔叔，是我自己不小心撞的。叔叔他好心送我来的医院。不好意思啊，哎，没事儿，母子平安就好啊。天哪，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们，朱大鹏，你们怎么在这儿啊？你把人家给撞了呀？不是，你怎么也这么认为呀？这不是叔叔撞的，是叔叔送我来的医院。你没事吧？我没事儿，谢谢你啊。哎呦，吓死我了！真是虚惊一场。哎，你说你怎么电话里边也不说清楚啊？你这个人，你怎么……哎，这什么事儿啊？你让我说清楚了吗？电话还没打完你就挂了，你这……那你倒是说呀！行，你们别吵了，这是医院，让人家休息吧。没什么事儿，我们就先走了。你们好好休息啊。大鹏，好好照顾老婆，结了婚，老婆就是亲人了啊。这回我表现不错吧？算你这回当了把英雄，别骄傲，再接再厉啊！听见了吗？要听我妈的。我一直有那种侠义精神。你就吹吧。叔叔阿姨，
十一，对不起。谢谢。行了，快回去陪你媳妇儿去吧，啊！谢谢。回去吧。走。这是我飞过的千里。哎呀，这台阶高的，你看我爸美的。慢点啊！哎，你们先坐啊，我去洗杯子啊。妈，坐这歇会儿。好。用我帮忙吗？啊，不用不用，让你爸弄去吧，让他好好表现一下。对呀。爸，你电话。啊，你帮我接一下。哦。喂，你好。这是武天意先生的手机吗？是，我是他女儿51，有什么事跟我说吧。哦，11啊，我是智荣建设的张律师。张律师啊？啊，有什么事吗？是这样的，侯爵先生啊，已经和你的父亲武天意先生的债权人达成了债务转让协议，将武天意先生的债务转让到侯爵先生的名下。不好意思，你稍等一下啊，爸。谁呀？张律师。哎，您刚才说的能再说一遍吗？行啊。是这样的，侯爵先生已经和你的父亲武天意先生的债权人达成了债务转让协议，将武天意先生的债务转让到侯爵先生的名下。如果你父亲呢没有异议的话，我去找他签一份协议，就麻烦你给我一个你的地址。那个张律师啊，您稍微等一下，我们商量一下再打给您好吗？这样啊，行，那一会儿让11给我打电话。好嘞，谢谢啊。十一，不行，这绝对不行。那小侯这开玩笑，这先不管，我烧水去啊！不行不行。什么情况呀？你不知道吗？我不知道啊，我还以为我爸知道呢。这个小猴真是，也没听他说呀。十一啊，那个，要不我给小侯打个借条，这样行吗？不行。怎么不行啊？不是小侯喜欢十一吗？他愿意帮，这不是好事吗？什么好事啊？你怎么不知道从蓝旗这件事上吸取教训呢？受人那么大恩惠，11都没办法为自己感情做主了，想什么呢？一天到晚你真成。对，英楠你说的对，这个我是那么想的，刚才都是胡说八道。十一啊，债务的事儿你也别着急，不就是86万吗？还有2年时间，我会想办法的啊。没事儿，我会慢慢还的。你回来，给我找纸找笔。你要干什么呀？让你找就找，哪儿那么多话呀？签字吧。
借条。本人武天意向张英男借现金86万，5年还清，特此证明。不，英男，妈，你这是要帮我爸还债啊？不是帮，是借，这钱他得还我。爸，行吗？这怎么行呢？这不合适。我受这么大恩惠，那我以后在你面前不是更抬不起头了吗？不借是吧？算了。哎，不是，等一下，我同意还不行吗？妈，你真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我就是心疼你。我知道。迟毅，这些年辛苦你了。哎呀，爸，你说什么呢？谢谢妈。哎，我们在最难的时候，谁也没抛下谁，谁也没离开谁，一直都在一起。对，谁也没丢下谁。吴天意，我告诉你啊，这个债务关系从现在开始，就是你和我的关系了。你对我所有的承诺都必须好好遵守，否则我永久性把你拉黑。我保证，一切按你说的办。我就说嘛，还是老婆亲。谁是你老婆呀？爸，那个茶水呢？哦，等一下啊，马上来。看他高兴的，坐那歇会儿啊。你怎么才回来啊？你不是回家了吗？怎么还在这儿？我回家了，回家换衣服换完了。那你怎么进来的？没锁门。不是你看我干嘛？你家这门钥匙什么用啊？屋里什么都没有啊，书架是空的，冰箱什么有？刚添点菜进来。行了，今天你有口福了，我决定给你展示一下我们侯家祖传的手艺，给你做顿菜吃。你等会儿。干嘛？怎么不早告诉我？早告诉你什么？债务转让的事儿啊。你爸签了吗？我跟你说怎么回事啊？我不能挪公司的钱，我又不能跟我爸借钱，所以吧，我一次还不清，只能签个第三方协议，慢慢来了。我爸没同意。为什么呀？看不起我？不是，因为我妈答应帮他还了。你妈还这事儿比我办合适。不过还是谢谢你。谢谢我什么？谢谢你为我爸做的一切。来，他在这儿，多来，夸我。谢谢你。哎，有酒吗？酒好像，这是你家？你不说了，我家啥都没有。你不是拿菜了吗？没拿酒啊？想喝酒，想庆祝一下，好办。啊，我带你去个有酒的地方。没什么情况，放心吧，起来吧。OK，let's go。
往前冲，七彩路右转，走3个路口左转，湖滨路右转，然后开到黄陂路往南开，开到建国路左转，一直开200米，停一下 ，OK 吗 ？OK。来，赶紧放松放松啊！哎，同学哥您来了，卡座给您安排好了，这边请。走，来。为您准备的卡座，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好。怎么样？挺热闹。你看见那边那舞台了吗？他们跳舞那地儿。看见了，你要跳啊？你去吧，反正我不去。没让你跳舞啊！我给你安排了一个特别节目，上去唱歌。不会唱歌。没事，我都安排好了。你别闹了，我五音不全，唱不了。我没闹，长得好看的五音都不全啊！去吧。我不去。OK， 各位，热舞时间告一段落，请您落座，补充您的能量。与此同时，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巨大的惊喜。接下来，让我们请出今晚特殊的神秘嘉宾，他就是拥有着天籁般嗓音的10号桌吴小姐。他将为大家献上歌曲一首，有请吴小姐。唱歌不行，我唱歌你会吓死的，我跑的我不去。这么多人看着你，快点，都看着你呢。起哄！别走！拿着，放手，拿着，加油！未知的旅行。过去的已过去，不要太在意。就算也还有太多的委屈，委婉的等待许，无所畏惧。来吧，赴一场未知的旅行。哦，不在乎别人说什么，自己抉择。哦，每一次倔强的背后，都有个声音在召唤我。我相信昨天的昨天都有它的意义，只要你也永远坚信，所有的美好一定不会缺席。多么美妙的不期而遇，我相信明天的明天也会充满惊喜，只要有你一同经历，三生有幸遇上你我的幸运，感恩所有的命中注定。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大家，大家受罪了。我确实五音不全，我那5个人跑哪儿去了，我也一直都没找回来。其实说实在话，这件事情呢，已经让我自卑快30年了。以前朋友找我去唱歌，我总是找各种借口去推脱，大家觉得我不合群儿。其实我害怕，我是真的害怕，我怕被别人嘲笑。今天，给你加油！
事儿，所以我决定把这首歌唱完。放心啊，只有一小段了，最后一小段，大家忍一忍。如果实在忍不了了，就把耳朵堵上，或者去个洗手间。不过千万不要买单走人，那样我结果太大了。侯姐，为了补偿大家，你是不是请每一个人都喝一杯扎啤呀？好不好？都唱我的啊，来。每一次倔强的背后，都有个声音在召唤我。我相信昨天的昨天都有它的意义，只要你也永远坚信，所有的美好一定不会缺席。多么美好的不期而遇，我相信明天的明天都会充满惊喜，只要有你一同经历。三生有幸遇上你我的相遇，感谢所有的命中注定。过去不要太在意，就算也还有太多的委屈，未完的正待续，无所畏惧。来吧，赴一场真实的旅行，不在乎别人。喂，今天开心吗？超开心，你唱那么难听，有什么好开心的？我自己唱的开心就行了。哎，我要是像你唱那么难听，我还真就不好意思唱。哎，是你让我上去的啊！我说我不去，你非让我去唱。我告诉你，我还没唱够呢。哎，行了，你没够，我够了啊！哎，别说，我还挺佩服你的啊！你每天那么多事儿，我也没见你被生活击垮，也没见你自己偷偷哭过什么的啊。那是你没见过，我没少哭。啊？是吗？我还以为你会说你是那种坚强的、从来不会流泪的人呢。以前训练累了，比赛输了，经常哭。哭完了呢，擦干眼泪，你不还是得上场去打吗？真是个汉子。今天谢谢你啊，真的挺开心的。我也很开心啊，谢谢你。好了，不早了，睡吧，晚安。晚安。怎么啦？我看看你有没有关注我，好吧？睡觉了，晚安。别闹了，赶紧睡吧，好吗？挂了。
叔啊，叔啊，你还记得我吗？我晓得，你是我那个兄弟的老板的朋友。对，我上回不是押您这一个玉佩吗？我这次想给赎回来。那个玉佩不在我手上哦。不是你这什么意思啊？我当时说好了押你之后肯定来赎，怎么说慢就慢了？哎呀，你不要激动嘛。不是我激动，你事儿不能这么办呐，对吧？你听我把话说完。那个玉佩呀，在上次跟你来的那个朋友那儿。哪个朋友？他晓得你缺钱，那10万块钱也是他的。他怕你真的把玉佩当了，再赎不回来，所以他就提前找到我，要我跟他一起给你演一出戏。看样子我们演得很好哦，你都相信了。去吧，去他那儿找你的玉佩吧。我早就说过，玉是讲缘分的。是你的，他永远都跑不脱。行吧，那谢谢你们，拜拜。哎，缘分啊，缘分。2瓶啤酒。你要造反吗？大白天喝什么酒啊？我告诉你，你喝我就喝，我就不信镇不住你。你要干嘛？那些有钱人值得你这样吗？啊！他们落难的时候，你收留他们，可是人家成功了，人家理你吗？你懂啥呀？拿来！我就懂。拿回来！我不。我懂，你老不懂吗？你现在天天醉生梦死的，你知道吧？我就是看不得你被别人欺负，我看你被别人欺负，我心里难受，你知道吗？我难受。那个侯爵，还有那个钱钱，你一片真心付出给人家，人家当回事吗？我告诉你，他们不要的东西我可想要了，我真的很想要。哎呀！爪子嘛！我跟你说啊，这个女娃子家家嘛要矜持一点嘛。你这个稀里糊涂的就把那个白表了，老板还以为你喝多了，还不往心里头去。你说你冤不冤？冤。冤嘛，一人少说一句就完了嘛，听到没有？嗯。还有你，听到没有？哎，这就对了嘛。哎，你们在那干啥子？干活路了？真是！哎呀，侯爵，这哪来的一只破袜子？那么大个洞，谁的呀？这是？啊，你看。啊，我的。什么时候有这样的袜子？我那时候在地摊上买的。你肯定让人给坑了，你什么质量啊？你看。哎呀，10块钱好几双，有啥质量？就你这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什么都不会干的人，还非得闹着要独立。下回可不许闹了啊！好。行，这么破我给你扔了啊！哎，娟姐，这个别扔了，别扔了，这袜子我还挺有感情，留个纪念吧。哎呦，那么破个袜子，你这还你给我留着。
救援队紧急集合。我会跟着你。哎，老板，你去哪儿啊？我有救援任务，把店看好。哎，可是你装备往哪？你好，你好，你好。天使救援队的，是你呼救的吗？对对对，我同事腿摔折了，现在在哪儿？在那个山崖上，就在那里。帮个忙。谢谢。小心点，小心点。坚持住，坚持住，坚持住。快点！队长，海星的事啊，应该就是这个位置。队长，等等，着什么急？新装备啊，除了这个，还有钛合金担架、躯体固定气囊，小20万装备呢。谁送的？钱小燕。谁？钱小燕。啊，你认识啊？不认识。队长，找到了。应该是这儿。慢点。小心，小心。你好，你好，不能去，我们这底下救援的。我朋友，那是我朋友，我看他好像是不是受伤了？你能让我过去看看吗？开镜，开镜。你在这站一会儿，在这站一会儿啊。我去帮忙。不要等一下，哎，海星，海星，脚怎么了？你这是？你怎么来了？我担心你，我就跟过来了吗？哎，来，我来扛你。来，好吧。我救援千万别来了啊，太危险了。来，上车。你这车咋回事啊？谁知道啊？车都跟我较劲呢。你这试试。哎。你这试试。
不。慢点啊。来都来了，坐会儿。不做了，不做了。你回去帮你老板好好养养伤啊。坐会儿吧，还是坐会儿吧。我们最近出了好多新菜品，可好吃了，你肯定没尝过。回去还有事儿。哎，你看你们忙活了这么久，也怪累的，上去坐会儿，坐会儿，真的。上去坐会儿，坐会儿，真的。坐会儿啊，是不是？好久没有吃海鲜炒饭了，帮我打包一份。走吧，走吧，哥。你等我一会儿，我给车熄个火。啊，行。来，走。哎，里面坐，随便坐。哎，那个，你给我打包一份海鲜炒饭。啊，海鲜炒饭啊。要不这样，我们店啊新推出了一个叉烧饭，跟海鲜炒饭一样好吃，要不您试试？行。啊，那行，等着啊。这份呢是我请你的，你的那份呢还在厨房，天哥在打包呢，你先尝尝呗。好。哎呀，我请你，谢谢。好。要不我去把海星叫过来陪你聊会儿天。好。啊，那行啊，先吃。吃叉烧蘸辣椒酱，也就你。来你店里吃饭，招呼都不打，坐会儿。欢迎光临。我以为你不光临了呢。本来我也不想来，但是你家的炒饭还是有魅力的。那这事儿就过去了。这事儿啊，这事儿吧，主要是因为我缺朋友，所以我找到一朋友，我就能将就处了。也是，你这人嘛，一般人不爱搭理你，挺可怜的。嗨，那我的朋友更可怜。听说怎么着，天天酗酒自残，啊，每天痛心疾首。还行吧。能活得不怎么样吧？凑合地吧。那就太好了。干吃啊？不喝点儿？等老板安排的吗？谢谢。哎，你这个抠门的毛病能不能改一改？两个老爷们儿拿一小瓶啤酒，外国啤酒挺贵呢。来吧。你干了这杯辣椒酒，啊！从今你别废话了，你喝吧。你这什么喝法？你最近都这么喝酒吗？那个，哎，我那个玉佩在你这吧？
这个都给你放好了，一会儿我给你拿啊。赶紧拿给我，我把钱打给你。滚蛋！你钱钱你就不要了，我也不应该得这钱。那钱也不是我的，也不是我的呀。行吧，一会儿我给你拿，你赶紧把那玉佩拿走。那个保管费我就不要了啊。你怎么那么会算账啊？啊，只往里算。我听说你以钱钱的名义，你给咱们救援队买了套新设备，是吧？算是吧。这个钱呐，就应该花在这种有意义的地方、有价值的地方，啊，不能花在那些对吧？对生活创造不出来任何用处的事情。行，你别废话了，行不行？我把这干了，你别废话了啊！你不拦我一下？赶紧拿啤酒去吧。好嘞。裤子都湿了，小心石头啊！哦，小心。哎，啊，你说这个石头它多少年了？这石头啊，嗯，应该有几百万年了吧？几百万年啊！对啊，那太厉害了，那几百万年经过风吹日晒的，一点都没变啊！怎么可能？这天天风吹日晒的，这石头肯定有变化。这儿啊，几百万年前曾经是一片高山，现在全变成大海了。终将有一天，这些岩石都会变成你现在看到地上的这些沙子，一粒一粒的沙子。不管它怎么变，我都把它捧在手心里。你准备在侯爵那儿住多久啊？怎么？人家也需要自己的空间啊。这我知道，我这不是还没找到合适的房子吗？找到了我就搬。住我那儿吧，我新租了一套房子。钱钱，要不然这事儿你再好好想想，我也好好想想。你是应该好好想想，一把年纪了，一身的毛病，没房没车，还带个儿子。就你这把岁数，谁要你啊？除了我。哎呀，我这不是担心侯爵吗？你怎么就知道侯爵会反对？当时你干涉他的感情，他多难过啊！我这么做也是为他好。对他好，最好的方式是尊重。好了好了，说不过你。好。哎呀，你快点儿！哎呀，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每次都这么磨叽。
一步一步走进你的世界。哒哒哒啦，哒啦哒啦啦啦哒哒，哒。没事没事，不害怕啊。谁让你拿我东西的？我就是觉得这个小胡子还挺可爱，长得特别像你。还不睡呢？有点睡不着。睡不着啊？睡不着，坐会儿呗。好。哎呦，这喝一口。哦，我不太会。哎，酒谁会喝呀？但得看怎么喝，对吧？一口一口慢慢品，还不错。嗯。哎呀，我没病啊。我喝。好喝。老板，你跟侯爵哥这样，算是和好了。我俩多少年了，这点小事算什么呀？放心吧，好着呢。你放心，就算全世界都不跟你好，娃娃我跟你好。这话要说清楚啊。他是他，你是你，都得好。哎呀，吓死我了！哎，老板，你今天救援的时候特别帅，跟你平常的样子好像都不太一样了。你就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啊！我平时不帅呗？不，平时也很帅，但今天呢是特别帅，以后还会越来越帅。哎，这好听。你今天是怎么了？平时不都早睡早起的，今天为什么失眠啊？我也不太知道。其实以前在乡下的时候，我也会失眠。那个时候啊，我也会爬到我们老家的房顶上，去听虫子的叫，还有远处人们说话的声音，还有更远的地方，那个大卡车哗哗的过马路。我就会在心里想，这些和我一样睡不着的人，他们都在说些什么呢？他们脑子里都在想一些什么呢？他们那么着急，都是要赶着去哪儿呢？我就觉得这世界这么大，我一定要去看看。海星啊，干嘛？没什么，我就是好久没有好好听你唱歌了，你能不能也给娃娃唱一首歌？啊，想听我唱歌啊？那得先给钱。啊？那我拿一个魔术给你画。那也行，什么魔术？我给你变朵花吧。嘿。嘿。哎，那唱不了了，这个真的。哎呀，娃娃，其实你的眼睛住着花儿在对我笑，睫毛上翘，散发善良味道。我喜欢你的嘴角，就像与生自带欢笑。我喜欢跟着你闹，不然生活该多寂寥。你知不知道，我很温暖，值得依靠。你知不知道，我会做你的暖宝宝。你知不知道，你的好运永不会少。我要你知道，遇
见你是我的福报，一切会越来越好。还可以生2个小宝宝。哎，是完了你没事没事，反正以后还有更多小猴子呢。喂，什么情况？我这轮胎吹气了，车里报警了。我打车去，帮我叫个汽车救援。你等会儿，我跟你一起走。来不及了，快到时间了。嘿，怎么开车了？不要命了？别乱变道。师傅，你开错路了吧？这开哪儿来了？没错啊，这就是我要走的方向。好久不见，刘铁浩，你真是没完没了啊！我想你。赶紧停车，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我叫你停车！哎，
喂，赵总，我这边有情况，赶快报警，跟踪我的信号。好，挂了。哎，哎呀，真行，吓死我！侯大公子，哎，看清楚了，侯爵睡着了。 在宁静的海边睡着了。我儿子。 你个小兔崽子，怎么想起来给老爸打电话？你才小兔崽子呢，怎么跟爷爷说话呢？你谁呀？你是？我是谁不重要。视频收着了吗？喂，你到底想干什么？放心，他很安全。我求你千万不要伤害他。你有什么要求，我都答应你，好不好？ 我什么都不求，不就为了求点财吗？怎么就这么难呢？听着，5分钟，给我给你发的账号里头转50万，不行，100万。5分钟之内钱不到位，我让你大海捞饵。喂，喂。 哎，有人吗？哎，有人吗？哎，有没有人呐？有没有人呐？
听说今天指挥演习的是个新教官哎，男的女的呀？厉害不厉害？不知道，肯定有些来头。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今天指挥演习的教官，51，他的业务能力呢非常强，是公司一流的随位。现在，他从一线转做教官，要把自己丰富的实战经验传授给你们。今天的演习内容，就是根据他的实战案例设计的。11啊，跟大家说两句。是。大家好，教官好。首先恭喜你们，从普通学员晋升为初级随位。今天的演习是考验你们在突发事件中的综合能力。你们需要将一份文件送到总裁办公室，拿到签名以后，再返回到出发点。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发生任何状况，你们随身的记录仪会记录下整个过程，作为评估标准。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今天的演习得到了智荣建设的大力支持，为我们提供了演习的实战场地。我们大家要严格遵守物业的规章制度，不要损害公物，不要影响写字楼的正常工作。能做到吗？能。出发。是。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现在考核开始，1号下车。是。你好，我是来志荣建设取文件的。我是去开个会，咱们见不到面了。晚上来我家给你过生日。又要大1岁，不想过。80也要过。1号，1号，信号中断，有什么情况吗？1号，听到请回答。1号，听到了吗？有听到吗？生日快乐，祝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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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爸妈，你们怎么也在啊？要不是你生日，我和你妈已经在欧洲了。你要去旅行？哎呀，你爸嘚瑟，非要出国去玩儿。你说这人生地不熟的，语言又不通，我怕他给丢了。你明白了。对了，赵总，你跟他们串通好了？这是我和小侯总精心设计的联合演习，怎么样？毫无破绽。耶！我不都说了吗？我不过生日了。那是你以前不认识我，认识我之后，不给你任何机会错过任何一个纪念日。嗯，许个愿吧。好。好了，十一姐，那你把许的愿给大家伙说说。哎，这不行，大表姐，这个千万不能说出来，要不然就不灵了。不管许的是什么愿，但是我知道这个愿望里边一定有我。哦，臭小子，你老是自我感觉那么良好，赶紧办正事儿吧。今天呢，我请大家来，是有2个目的。首先是给11庆祝生日，第二点呢，我是想跟大家说几句。这个故事呢，要从1年之前讲起。1年之前有一天，我出门的时候没看黄历，那天就特别倒霉。我刚出门，碰见我前女友，她给了我一张结婚请帖，我打开一看，新郎不是我，我当时就特别生气，在车里一个人生着闷气。这时候从天而降一个神奇女侠，砰，把我车砸了一坑，下车就跑了。我当时气不过，我找她理论，我就追了上去。刚追上，
他就把我给揍了。我什么时候揍你了？我当时想，那一定是我人生中最倒霉的一天。但是后来我发现，那其实是我人生中最幸运的一天。啊，十一啊，其实碰到你之后，你让我觉得我特别的幼稚可笑，但是又让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勇敢、特别坚强。其实你在我生活中不光是救了我的命，也治好了我的病。所以我感谢那天遇到的一切，我每一个巧合，每一个瞬间，因为只要错过1秒，我就碰不到你。十一，你刚刚许愿的时候，我也许了一个愿望。你知道是什么吗？你不知道。我来告诉你，这个玉佩我赎回来了，这是我妈给我留下的，也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这就是我的护身符，但是我希望从今以后，你能帮我好好保管它。这个你要自己保管才行。十一，我愿意用我的全部换2份好运，一份碰到你，一份是走到底。十一，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愿意。我就知道你愿意，我就知道你愿意。那你就，我还是想正式的问问你，不管以后贫穷还是富有，不管我以后变得有多帅多有钱，你都能一如既往的爱我，不打我，不骂我，跟我一直走到底吗？这孩子说话永远正准不了3分钟。你好好说行不行？那我正式交给你保管了。这新娘，说2句吧。其实1年前，我的人生跌到谷底，我觉得我可能遇不到那个对的人，因为快30岁，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花在有可能是徒劳的感情上面。可是有时候又想，如果你不付出，又怎么能收获呢？就在我彷徨的时候，遇到了侯爵，是一个浑身毛病特别欠揍的家伙，让我根本没有时间去想其他的事情，一直在想怎么对付他。谢谢你，你像一面镜子，用你的缺点照亮我的优点，让我看到了我自己的价值。绝配，绝配。现在我觉得，只要有爱，就有希望。不管你是30岁、40岁、50岁还是60岁，只要你想去追求幸福，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谢谢你们。我现在觉得自己很幸福。